男人花了5000元租了个看起来清纯的女友1小时。一开始他只是想随便玩玩，以为就是随机挑个人的照片，但见面之后发现真人比照片还要好看。这是河野第一次和美女约会，他对她的每一个小动作都感到紧张，完全被迷住了。不过这位美女很现实，得先付钱才能继续约会。河野支付了4万，租了8小时，然后他们一起去了水族馆。女孩表现得非常专业，举止完全像是真正的女友，让河野感到很放松。当租期即将结束时，女孩主动牵起他的手，做得很自然很从容，让河野的心跳加速。临走时，女孩微笑着说了再见。河野还没完全回过神来，他回到家后开始查找女孩的详细信息，得知女孩的名字是千鹤，她的客户满意度高达 95%。 看着那些千篇一律的好评，甚至很多评论都跟他今天的经历一模一样，河野顿时感到不可思议。原来不只是他牵过她的手，这只是千鹤一贯的手法。河野气愤地打开了网站，给千鹤留下了一个差评，并评论称他欺骗了别人的感情。发出差评之后，河野依然感到不痛快，他决定找千鹤问个明白。所以第2天他又租了一次，但当他再次见到清纯可爱的千鹤，立刻又恢复了原状。河野这次还是租了8小时，趁心智清醒提出了他的疑问。千鹤轻轻摇头，露出了职业性的微笑，他表示自己很喜欢这份工作。河野却无言以对。当他们购物时，店员误以为他们是夫妇，这让河野感到格外尴尬。千鹤试图圆场称他们是情侣，但河野立刻否认澄清了关系。千鹤尴尬地点了点头，表示就按他说的办。两人又一次来到了水族馆，这次千鹤提前做好了鱼类的功课，这让河野心里稍稍改观。尽管表面上还是态度强硬，他觉得这样做没有意义，毕竟只是假装1天的情侣。河野回想起自己刚被前女友甩，愈发感到愤怒，引来旁人侧目。千鹤将他拉到一个无人之处，严厉地批评了一顿，让河野当场傻眼。千鹤也是忍无可忍，明明一开始就明确了协议，他们只是合约中的租借关系，必须遵守这种设定。千鹤调整了一下情绪，询问他是否还想继续，但他的钱已经收了，所以他会无条件陪他到底。就在此时，河野的手机响了，是医院打来的电话。河野带着租借女友去看望奶奶，家人的调侃让他心乱如麻，竟然说千鹤是他真正的女友。奶奶急切地害怕千鹤会离开，因为河野20年来都没什么女人缘，这次却带来了一个大美女，他急着叫她抓紧机会。父母满意的离开了，照顾奶奶的重任交给了梁。奶奶一上来就尖锐的问起，这让只是牵过手的河野十分尴尬。作为职业租借女友千鹤非常机智，他感觉需要得到奶奶的认可，才能进行到下一个阶段。他逗得老人家乐不可支，老人家还说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院子里的其他奶奶们，这让千鹤坐立不安，因为他的奶奶也在这家医院，他自己的租借身份也没告诉过任何人，一旦暴露事情就麻烦了。千鹤打算赶紧撤离，但在走廊里碰到了奶奶，两人赶紧退回到一间病房里。为了成功躲避，千鹤拉着他钻进被窝，这种近距离让河野有点承受不住。就在这时，奶奶走进了病房，看到床上的一大团礼貌的询问，两人在被窝里商量着怎么回答。等奶奶走后，河野还是没能缓过劲来，近距离的接触让他心跳加速，但很快被一脚踢醒。正当千鹤生气的时候，他的奶奶恰好来敲门。令人震惊的是，河野的奶奶也来了，两人的关系毫无疑问被暴露了。河野本来想出来解释，千鹤立刻阻止了他，这样就默认了这种关系。事后他们就说已经分手了。经过一番谈心，双方对彼此有了更深的理解，彼此理解了更多，这算是缓解了之前的尴尬。因此这次体验河野给了5星好评，反正他们也不会再见面了，以后就好好过自己的现实生活吧。但看到前女友立刻换新，还是挺伤心的，心里不免感到难过。本以为能有个全新的开始，谁知命运却开了个玩笑，租来的女友竟然是校友，还住在他家隔壁。千鹤立刻反应过来，赶紧锁上门。他告诉他俩最好少交流。河野感觉像是在做梦，自己花钱租的美女竟然就住隔壁，同时还收到了个不太好的消息，奶奶打算来看未来的孙媳妇。这下千鹤的假女友身份随时可能曝光，身份随时可能暴露。河野赶忙把家里的粮食藏起来，急匆匆地按响千鹤家的门铃，没人应门，他只好装作送外卖的人。门一开就快速拦住，请求千鹤再帮他演一次。千鹤很不情愿，河野只好把奶奶要来的事说出来，说只需要帮忙半小时，当然也会支付费用。但千鹤觉得他不可信，不是说好已经分手了吗？河野支支吾吾不知所措。
千鹤看不起他这样的态度，无论他怎么用奶奶来说事，他都拒绝让步。最终见他还是不放手，千鹤直接一脚踢过去，说他要好好学习了，请他不要再打扰。和也没辙，只能先回家收拾屋子。但还没收拾完，奶奶就到了，一进门就嫌弃他那猪窝，完全不像有女朋友的样子。奶奶找了个地方坐下，直接切入正题。和也赶紧编了个理由，说千鹤还在工作，没空回来。奶奶也没太着急，就说等到天黑再说。奶奶还想帮忙打扫，和也坚决不让他碰床。奶奶无聊就玩起游戏，既然见不到人，他在网上就多花点钱，因为游戏里的角色很像千鹤。和也爱不释手，看着奶奶那么投入，和也不知道该如何开口。结果一等就到了傍晚，聪明的奶奶也猜到了情况，没等和也说话就直说他们分手了。奶奶认为是因为他太邋遢被嫌弃，看他遮遮掩掩的，就觉得他的单身狗本质太强了，他没抱什么希望。千鹤的出现成了巨大的惊喜，所以即使是短暂的拥有，他也不着急。而千鹤在隔壁阳台偷听了这一切，和也开始回忆那些美好的时光，正准备接受命运，千鹤突然端着锅出现，奶奶兴奋地跑过去握住他的手，和也满是疑惑。千鹤认真地说也有难以言表的感觉，但真心感激，所以奶奶一走，他立刻付了租金。千鹤觉得帮这个忙不算什么，但和说这是下周的租金，来不来随他，他只租每周3的1个小时。千鹤要求他不要干涉自己的生活，在学校里他们得装作互不相识。和也感觉自己像在做梦，虽然这一切都是为了奶奶，但这是一个不错的开始。对方虽然立刻变得冷淡，他在学校偶遇了前女友，尽管已经分手，他还是忍不住注意到她的美貌，心里依旧放不下她。与此同时，千鹤正好从旁边走过，这让和也感到不安，因为这周3他们还要一起去看奶奶。幸好租借女友千鹤表现得很好，她的乖巧讨得老人家欢心。租约快到期时，千鹤还主动牵了他的手，这让他备受瞩目。千鹤简直是完美的女友，但不巧，这一幕正好被他的老朋友看到，两人很尴尬。朋友们误以为这美女是他的女友，都认为他可能被骗了，纷纷警告他别上当，这让和也一头雾水。直到千鹤亲自承认，众人这才表示尊重。朋友们为刚才的误会道歉，然后拉着他们一起去参加聚餐。在朋友的怂恿下，和也有些得意忘形，完全没注意到千鹤的冷眼。但不巧，聚餐的还包括他的前女友马美，这让他进退两难，留下来和走都很尴尬，只得保持这种尴尬的状态。和也的目光一直在马美身上徘徊，对自己刚分手就有了新女友感到内疚，但马美根本不在乎，因为她也不是孤身一人。这消息让和也心里不是滋味，人家是正牌自己的，却是租来的，而且还是啥都不能做的那种。和也越想越觉得眼红，决定去厕所冷静冷静。回来时发现他们两个已经坐在一起了。马美喝多了些，开始没完没了的说和也很单纯，还说他控制欲超强，出门连衣服都得裹得严严实实，不讲究个人形象已经是小事，连做饭都拖泥带水，动作慢吞吞的。千鹤实在受不了了，他不喜欢别人在他面前说和也的坏话，尤其是在他们还在交往的时候，这对和也实在太不公平了。千鹤气得直接起身离开了，马美却好像什么都没发生，回去的时候还主动挽着他的手。马美似乎有点在意千鹤，和也就劝他冷静一下吧，听我的没事的，幻想着和前女友复合，谁知道下一秒就忍不住想吐。马美赶紧递上矿泉水，这贴心的举动让和也很是感动，得知他单身更是兴奋不已，忍不住想邀请他到家里坐坐。马美表面上温柔地帮他整理毛发，内心却对千鹤的出现感到嫉妒，对他在聚会上的反驳感到不爽。他觉得和也只是被美色迷了眼，选女友应该更看重内在。这话让和也瞬间清醒过来，板着脸说千鹤不是那种人，态度一变让马美怀疑他是不是换人了。和也坦言自己真的很喜欢他，但他同时也不想听到别人说千鹤的坏话，这让马美感到很不爽。回家的路上，和也并不觉得后悔，他首先想做的就是找千鹤道歉。巧合的是，千鹤也刚好回来，只是他对和也的态度很冷漠。但当和也明确他并没有和马美复合，一边道歉一边鄙视自己的懦弱，千鹤最终还是被感动了。就这样，千鹤继续保持每周3的女友身份，看到马美和也依然心跳加速，他信心满满的准备追求她，却不知马美正在发动态，嘲笑他很快就会被甩，然后突然改变态度，为昨晚的行为道歉。和也就这样被轻易的打动了，两人从回忆聊到了未来，
甚至连孩子的名字都想好了。河野觉得千鹤只是租来的女友，还是正式的马美更好，于是打算坦白千鹤的真实情况，但碰巧遇到了出来玩的千鹤。千鹤以普通校友的身份出现，因为打扮差异太大，大家没认出她是河野的女友。马美感到非常嫉妒，河野突然专注于此，想要深入了解他们之间的关系，但河野支支吾吾地逃避了，这让马美非常不高兴。河野再次自责自己的无能，他害怕别人知道千鹤是租来的女友，更怕朋友们知道后会嘲笑他，这让他觉得无地自容。就在这时，千鹤进了更衣室，河野趁机表明自己的立场，说他和马美关系进展得不错，但他又不想别人知道他租女友的事，所以周三的情侣座位还是留着。如果他和马美能和好，他不想让马美感觉不自在。仙鹤觉得这太荒谬了，他们本来就是雇佣关系，没必要那么多愁善感。正当此时，突然听到外面传来马美的声音：5000元租来的女友在大家面前就是正牌女友。想要插足的马美尴尬极了，周围的兄弟都投来羡慕的眼光，还追问他关系进展的怎样，这让被冷落的马美很是不爽，但他还是迅速转变态度，想要为上次聚会的失礼道歉。千鹤的客气态度让马美更加不爽，他的不爽全写在了脸上，吐槽河野居然叫了自己，还叫了一大帮人，不知道是真单纯还是装单纯，同时也很反感他们秀恩爱。面对朋友的追问，只能编故事解释他们是怎么认识的。仙鹤表面上看似坚强，实际上心里想掐死他。这种紧张氛围让河野感到窒息，因此他决定自己去游泳解压，但他的目光还是不时望向千鹤，总觉得自己像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还得应付这种被质问的烦人事。看来和马美和好的可能性越来越小。这时候岸上的马美向他挥手，说他的手链不小心掉进海里了，那是条很珍贵的手链。河野二话不说就准备下水去找。千鹤因为河野离开而心不在焉，朋友们说他平时都喜欢单独带他出来，偶尔女生会不会介意呢？远在海中的河野却听不到这些，他在专心寻找那条丢失的手链。这时候马美故意摇摇晃晃的，直接扑进河野的怀里。河野既尴尬又心跳加速，马美似乎下了很大的决心，她轻轻地托起河野的脸庞。男人20年没有谈过恋爱，所以对刚遇到的女生一见倾心。马美看出他很单纯，便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他。幸福来得太突然了，谁料到1个月后，他就突然提出分手，转身投入别人的怀抱。被甩的河野念念不忘，马美似乎明白了这一点，开始随心所欲地掌控他。但自从租借女友千鹤出现后，一切开始悄然改变。那天河野和朋友们玩真心话大冒险，因为中途接了奶奶的电话，直接被判定为失败。看着嘴里叼着饼干的千鹤，河野不确定地看向马美，他不断告诉自己这只是游戏，然后慢慢咬向饼干的另一端。看着千鹤越来越近，河野仍然纹丝不动。千鹤睁开眼睛盯着他，河野心虚地看向马美，发现马美也在注视着自己。河野终于承受不了这种压力，承认自己和千鹤即将分手。千鹤感到莫名的失落，但看到河野颤抖的手，他勉强笑着祝贺。大家都感到尴尬，不知说什么好。就在这时，一个朋友突然冲出来打了河野，两人开始在地上扭打。他们对他非常失望，说他既吃碗里的又蘸锅里的，一直沉迷于马美的旧时光，这对千鹤来说太不公平了。朋友直接让他闭嘴，看看千鹤的脸色。事后千鹤并没有对河野说什么，他理解河野想挽回前女友的心情，毕竟自己只是租来的女友，名义上没有真感情，反正都是演戏，正好用这事来结束这段关系。随后千鹤被朋友叫走，最初朋友说他是个渣男，犹豫不决还浪费别人感情，但心底里他还是很羡慕，或许是因为拥有这样的能力，才有如此好的运气。一直旁观的河也很感动，朋友还买了船票给千鹤，让他们一起去旅行，这直接触动了河野的心。被发现后，河野本能的想逃避，但最终还是决定向朋友道歉。朋友理解后给了他们一些独处的时间。千鹤把另一张票给了河野，但明确表示这是最后一次。上船后千鹤可能晕船了，虽然感觉很不好，但还是想陪他完成这趟旅程，鼓励他去挽回马美。可爷爷想开了，决定一下船就去向河野表白。接通电话后，马美要他现在过去，但河野那时候走不开，只好让他在原地等。而就在这时，千鹤晕船得很厉害，想到甲板上去吹吹风，不小心一个脚滑，逐射声就起了掉进海里的租借女友，自己却晕倒了旁边。千鹤怎么摇都唤不醒他。一开始千鹤按照记忆做心脏按压，几乎崩溃的大声呼喊，但就是叫不醒他。
意识模糊的他只好做人工呼吸，幸好这方法很有效，河野1秒钟就脱离了危险。事后，河野向朋友们解释了经过，还向陪了1天的千鹤表达了感谢。旁边的马美显得很不高兴，但经历了这次事故，他也没有多做挽留，反而一直在想千鹤，回想与他在一起的时光，即使知道自己只是被租借的，也忍不住真心喜欢上了。第2天去学校的路上，河野不小心被一个女孩撞倒了，本来想起身责怪她，紧接着就收到千鹤的消息，说这周末要去跟奶奶说明分手的事。但到了病房，看到高兴的奶奶，千鹤又犹豫了，他甚至考虑过让她知道真相。与此同时，也有人开始喜欢上了千鹤，在千鹤身上，他看到了不同的自己。虽然自知之明很强，只希望能继续租借他，河野感觉像是重新获得了希望。但为了不让他们的关系变质，千鹤决定继续维持原状，同时也照顾其他人。河野有点嫉妒，不过现实并非只关于你一个人，需要学会成长，还得考虑奶奶的感受。千鹤建议他找个真正的女朋友，这毕竟关系到未来。就在这时，他们在街上偶遇了儿时玩伴，儿时玩伴分享了个好消息，邀他们周末4人一起出去玩。河野还没反应过来，转眼就到了那天。让他惊讶的是，儿时玩伴的女友竟是之前那位撞到他的女孩，这次直接撞到了他的膝盖。她的可爱模样让河野目不转睛，完全忘记了千鹤在旁边。到了体育馆，看到他们甜蜜的样子，心里酸溜溜的。他上前去质问儿时玩伴：“你怎么追到这么美的女孩？”儿时玩伴听了不高兴：“有个美女女友关你什么事？她也有自己的独特魅力。”河野满脸不信，但内心其实是在怀疑。对了，之前在路上被一个女生撞倒，那女生还反咬一口说他变态，以为之后再也不会见面，没想到他竟是儿时玩伴的女友。他还挑衅地揭露了千鹤的租借女友身份。千鹤急忙把这事告诉了河野，河野马上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，如果被儿时玩伴知道了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为了防止事情败露，千鹤主动声明和河野是恋人，当然留下的人不会轻易相信。既然这么甜蜜，那亲个嘴应该没问题吧。情况已经到了无法后退的地步，千鹤只好硬着头皮走上前。留下可不傻，但面对发小的尴尬场面，千鹤决定先撤退。看着他们亲密的样子，河野更是不愿放过任何机会。他打算等留下单独一人时，想方设法让他保持沉默。但当真的面对当事人，他根本没有任何理由，反而是对方警告他不要胡来。但河野就像牛皮糖一样，他怎么也不相信对方会保密。留下真的体会到了什么叫做难办，不过也被他的勇气打动，无奈之下只好同意谈谈。留下说自己行为恶劣是因为瞧不起租借的人，但当河野说他租女友只是为了让奶奶开心，留下对他的看法有所改变，因为他的目的很单纯，但让他发誓之类的他还是做不到。河野不依不饶地追了上去，突然被这份坚持感动，这种情感的转变让他难以接受，一不小心失神了片刻就踩空了。那个酷似校花的女孩竟然独自带着河野到教室里寻求拥抱，叶顿时目瞪口呆，竟有这种好运。还没来得及反应，就听到发小在叫他。在发小的呼唤声中，两人躲进了讲台下。留下的心跳声音，很快他就把河野的手环到了自己的腰上。在河野惊讶的眼神中，他拿起手机开始测试。就在发小准备离开的时候，留下的血压值显示为90，这是他前所未有的数字。而河野已经紧张到几乎虚脱，这要是被发小看到，非得落跑不可。他环顾四周，应该是人都走了。两人从隐藏处爬出来，河野脸色阴沉，显得不高兴，但看到对方那么可怜，又不忍心说重话。尴尬的是，发小意外的突然折回，河野赶紧开始解释。看到发小红着眼眶差点哭出来，河野开始求助当事人，当众揭穿了发小女友的失踪事实，这让河野的心情开始变化。在追丢发小之后，准备回去把这事告诉千鹤，庆幸他们俩的事情没有暴露，对发小的遭遇也感到惋惜。但留下的表现让河野感到疑惑，他感觉这种风险可能是常有的，因此决定不再继续租千鹤。就在此刻，留下找到了河野家的位置，他知道千鹤就住在隔壁，心里不由得有些嫉妒。明明只是租借关系，怎么可以在河野的安慰声中拿出手机录音呢？如果女友向你表白，你会接受吗？这个女孩叫留下，她从小心跳就比同龄人慢，直到偶然遇到河野，她的心跳突然飙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。正是因为这样，他觉得河野是命中注定的人，既然报了，总得负点责任吧。河野直接傻眼，连一直在观察的千鹤都看不下去了。兄弟的女友你
怎么能下得了手呢？进屋后，刘夏就向河野宣称了主权，但河野还算清醒，虽说是租来的女友，毕竟曾是好友的女友，要是真答应了，感觉怎么都有点尴尬。刘夏被拒绝后心都碎了，看起来真是楚楚可怜。河野看的心里也挺疼的。仙鹤冷静地思考了一下，就把河野叫到外面去商量。他认真地对河野说：“不如试试看吧。一来因为他自己也是租借女友，不会被曝光；二来他觉得刘夏是真心的，而且如果河野不同意，刘夏可能会死赖着不走。”河野看见刘夏哭得那么伤心，就咬咬牙决定豁出去了。洪一宇决定开始交往，但河野没想到的是，从此以后他每天只能睡3个小时，每10分钟就有一条消息，粘人的程度简直让人疯了。而且交往的事还不能告诉任何人。心里烦乱的时候，河野开始想念千鹤，所以当刘夏提出一起去看烟火大会时，河野犹豫不决。他打算找个借口结束这一切。第二天，河野正准备去打工，意外看见千鹤和一个陌生男子见面，他误以为那人是千鹤的正牌男友，他内心嫉妒的要命，二话不说跟踪了起来。他们的举止完全像是在约会，不仅甜蜜的一起吃饭，还一起去看运势。河野羡慕的咬牙切齿，正在考虑是否放弃。河野在洗手间偶然遇见那个男人，那人似乎在和上司通电话，一会儿评论外形不错，一会儿又说声音好听。河野竟然以为他是人贩子，他得找机会告诉千鹤真相。巧的是，他们慢慢靠得更近了，急得河也被人绊倒，结果直接摔了出去。河野大声斥责那人是坏蛋，千鹤却一脸疑惑，反过来责怪他，原来他在跟踪学长。这下问题明白了，坦白说今天是在排练剧本。千鹤无法再藏着掖着，直接坦白了自己是演员，做租借女友也是为了练演技。厕所里的那通电话只是在向导演推荐角色而已。河野彻底乱了套，此刻的他像极了小丑，但千鹤并没有生气，反而送了他一份精心挑选的礼物。河野觉得自己更喜欢千鹤了，感动得痛哭流涕。他原来也能收到女生的礼物。那天晚上，河野开心的睡不着，就在这时泪水流了下来。他知道今天和千鹤在一起，虽然有点失望，但他的决心更坚定了。他甚至扇了那男生一巴掌，因为心里还挂念着别的女孩。留下来其实是自己在追，所以打算更进一步来留住何莹。看着距离越拉越近，河野找了个理由赶紧溜了。河野的心里总是装着千鹤，只要收到他的消息，总是秒回，还总是打扮得干干净净，看到千鹤素颜都觉得好看。但千鹤对此就没那么上心，他找河野过来是让他带自己的徒弟，一个社交恐惧的新手租女友。河野算是半个熟人，当练习对象再合适不过。河野哪敢拒绝，保证不会有任何多余的念头。河野之前还有个前女友，那是正经谈过恋爱的，结果被对方嫌弃甩了。第二天河野准时去赴约，看到石柱后的身影，就知道是那个社恐的女孩。女孩叫小莫，可爱的模样让河野目不转睛。但小莫的社恐程度挺严重的，一直低着头不肯讲话。河野为了完成任务，建议他练习笑一笑，但那笑容简直难看极了，让小莫更加沮丧。为了活跃气氛，河野带他去了保龄球馆，毕竟运动是最好的放松方式。但小莫打球是头一遭，样子和姿势怎么都不对，河野只能一边教一边示范。不过这让气氛变得更加尴尬。小莫摇摇晃晃地把球扔出去，河野意识到这招不行，决定尝试说服他。刚想劝他放弃，他却发信息说做租借女友是为了社交。河野想不出更好的办法，所以打算先离开一下，去买杯饮料试试看能否打动他。这时候一群小混混围了过来，一般人可能会站在旁边观望，真正的男人会直接上前保护他，然后拉着他快速离开。这期间，女孩对你的看法会完全改变，甚至会完全敞开心扉。看着小莫终于开口，河野很高兴，安慰他不必害怕。小莫走上前牵起他的手，用温暖的笑容表示感谢，让河野有点晕头转向。不仅如此，他还把自己的食物递给他，显得特别自豪。河野为了配合，他也咬了一口，虽然担心，但小莫吃得很自然。分神之际，冰淇淋溅了一身。等河野从厕所回来，发现座位上多了一个人，竟是河野的前女友马美。马美很随意地问他这是谁，河野只敢说是朋友，但小莫却不这么看，他紧紧贴在河野身上。这样一来，马美完全误会了，笑着把小莫支开。等小莫走后，马美开始为现任女友千鹤担心。这时他还不知道千鹤是租来的，显然是个大误会。马美感叹两人分手后的变化，
明明一开始没人待见他，现在却被一群美少女围绕。这话让河野感到有点心虚。马美临走前承诺装作什么都没看到，听了这话，河野感到很失落。毕竟马美是他唯一的正牌女友，他对她还念念不忘。和小莫分别之前，河野告诉他不要着急，社交恐惧症不是一天两天就能改变的，他需要做的就是放松心情。马美一路上回想着也想不通，他在手机上搜了小莫的名字，很快发现对方其实是租借女友。千鹤很感谢河野帮他指导徒弟，但他却想要辞职，因为他想全心投入到女演员的职业中，这意味着他得放弃租借女友的工作。河野虽然很失落，但也没说什么。千鹤承诺过帮他找到女友，他不会食言，尤其是得知对方是租借女友后，他假扮成租客将人约出来开玩笑。他带千鹤去唱歌，对方不想唱也被硬逼着唱，唱完后嘲讽他很懂得讨男人欢心。这一切都被正在打工的河野看在眼里。他虽然有个正牌女友，心里却还念着千鹤。虽然不知道他们在聊些什么，但这两人坐在一起时的准备，好奇心驱使河野偷偷拉开了门，这才发现千鹤的租借女友身份曝光了。前女友马美还在那里冷嘲热讽，但他此行的目的只有一个，阿美是为了之前被骗的朋友着想，他希望千鹤停止做河野的租借女友，还说这种关系长久下去会形成依赖，影响他正常交女朋友。河野全都看在眼里，心里急得很，因为错明明是自己的，千鹤不过是在做他的工作，结果还要受前女友的指责。店外两人一同离开，河野越想越觉得对不住千鹤，于是借口肚子疼提前下班。他在桥上隐约看到了两个人的身影，气氛依然很紧张。千鹤很清楚自己的立场，想到河野以前被甩得那么惨，他还放不下马美，决定最后帮河野争取一次机会。马美却一点也不领情，反而暗示千鹤开始喜欢上河野了。千鹤索性不再掩饰，马美似乎也不介意多一个竞争对手，他绝不会就此放手。河野在门口等着准备道歉，他知道千鹤是个好女孩，自己也确实喜欢她，如果不表白他会憋死的。但关键时刻总是出岔子。这时马美打来电话，河野接了电话，电话那头传来了马美柔软的声音，她想要复合。这消息确实让河野吃了一惊，河野会同意吗？被前女友拉去见家长已经够呛，竟然还遇到自己暗恋的人，坐立难安。河野非常紧张，一边要应对对方父母的苛刻问题，一边还得留意千鹤的反应，一点小事都可能让他心神不宁。在对方父母的严格审问下，河野终于找到了机会，他借故上厕所偷偷溜出去找小莫。小莫因社交恐惧一脸紧张，通过手机传达紧急消息，告诉他千鹤旁边的男人是个危险人物，这个订单因为系统错误才被误接，现在情况相当危险。河野束手无策，无法离开，留下电话让小莫保持联系，一旦情况恶化就立刻通知他。河野正准备返回，却见到了令人震惊的一幕，马美的父亲早已识破他的伪装，甚至已经选好了未婚夫，他只能服从安排。河野心痛地看着这一切，所以当马美脆弱地接近他时，他没有拒绝，决定继续这场戏，心里却一直担心千鹤的安全。犹豫不决之际，一条短信让他决定了方向。河野离开后直奔事发地点，却不知道具体是哪一个房间，一个个房间询问显然来不及，只好寻求警报的帮助。与此同时，房间里的男人正忙着拍照，他等这一刻已久，正要行动，警铃声把千鹤惊醒。河野终于确定了房间，将男人打得落花流水。被抓的男人心有不甘，嘴里嚷嚷要报复。河野一听大怒，你敢威胁我的女人？看在警察的面子上，我只好用爱来改变你了。这种方法显然很有效，连马美也被这一幕感动。此后，河野不再隐瞒自己的感情，生活慢慢回到正轨。尽管租界女友们心中各有所思，就连前女友也重新爱上了河野。